房间里有人。shit！ 好热。这声音是个女人，原来是一只主动送上门来的小野猫。好难受。你是谁？不要碰我！滚开！不要碰我！约海苑，师傅，麻烦你快开车。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用不用送你去警察局啊？我没事的，谢谢师傅。姑娘，云海苑到了，共35元。谢谢师傅，不用找了。幸好已经是凌晨，自己这个样子没有被人看到。你怎么没睡？你不对，是你。小莫啊，我帮你在凌云大酒店找了份兼职。哎，凌云你知道吗？那可是咱们全市唯一的6星级酒店啊。小莫你渴不？喝点饮料吧。是你做的，是你给我下的药，对不对？你是我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谁害你了？明明是你自己不知检点，竟然还赖上我了。明明就是你，我喝了你给我的饮料，才失去意识的。饮料有问题？没有证据，你就是污蔑啊！我好心帮你介绍工作，你却这样对我。姐姐，你太卑鄙了！你这样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喂，黄哥吗？是我，倩倩啊。事情搞定了，我那100万，你什么时候打到我账号里呀？我去你的老命！我就不该相信你这骚娘们儿！前天在201等了1晚上，没了，竟敢放李先生的鸽子！我哪敢啊！201号房。不是201还是哪间？你给我等着，还想要钱？滚！昨天晚上去的好像是220号的总统。我的100万呀！不知道尹小莫赔的人会是谁？一定是一个7、80岁的变态老头。那个女人竟然提到那里，真是该死！刚刚为什么会停电？公家酒店从未有过这种情况。对不起，王子殿下，这都是我的工作失误。没错，这就是宁国的王子殿下。20世纪初，宁国效仿英国、日本等国，正式改组为君主立宪制国家。皇室成员依旧住在努洛伊曼宫中，虽不再参与政事，却仍然享受着尊荣的地位，受到国民的推崇和爱戴，并且牢牢将宁国的石油资源掌握在手中。当代国王因为兼具宁国与华人血统，便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姓氏龚。到了21世纪，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综合性商业帝国。凌云大酒店只是龚家无数产业中微不足道的一
处罢了。这种意外，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。是。今天晚上我房间里的那个女人，马上给我把她带过来。啊？什么女人？我没有安排啊。立刻给我查，把房间外的监控调出来。女人，你最好不是别有所图，否则……真是可恶，竟然没有一张能看清脸的。王子殿下，我们可以把监控中的截图发到网上、报纸上去，登寻人启事啊。我们给出高额悬赏，就不信没人来通风报信。把我们的人也派出去，悬赏100万，给我把那个女人找出来。这一次再把事情给办砸了，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小野猫，这次看你怎么逃。小莫，你等等我。小莫，你怎么了？最近一段时间，你总是心神恍惚的。没事。为什么自己还是忘不了那天的事情呢？可自己连那个男人的脸都没有看清。哎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家了，不和你说了。我还想跟你说，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悬赏，里面的女人脸和你很像呢。不过小莫哪有钱去那种6星级的大酒店啊？幸好小莫平常总戴着那副土掉渣的眼镜，否则要被骚扰的人烦死了。倩倩，你这死丫头哪里去了？妈，你嚷嚷什么呀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睡，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睡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哎呀，妈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招你惹你了？你能不能有出息点儿？别贫了，快过来，快看看这上面的女人是不是你？什么呀？宁国王子悬赏100万找一个女人，这脸不是尹小莫吗？因为我与他同父异母，长得又十分相像，常会被人认错。报纸上面的时间地点是那晚的事情。那晚上了尹小莫的是那个王子，100万呀！天哪，发财了！倩，到底是不是你呀？哎，尹小莫，你是眼睛瞎了吗？看到你母亲和姐姐连个招呼都不会打吗？平常欺负我就算了，你们还敢提母亲这2字？当年赵月如一个白目，不仅做了爸爸的小三，还提前生了尹倩，气死了我的母亲。现在还想要我叫她母亲？啊，赵阿姨，你这是看到了我的母亲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常言道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所以我才看不到她吗？你这个死丫头！妈，等等！妈，那个报纸。小莫啊，你回来的正好。1个月前那天晚上，你凌晨才回来，是不是一直在凌云大酒店啊？那一晚到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尹倩倩，你这么不要脸，那天的事竟然还敢来问我。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姐姐，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还问我干什么？你，尹倩倩，你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不会是死了吧？还有气儿！哎呀妈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叫救护车呀！哦，唉，你男朋友呢？怀孕的事情要不要告诉他？我竟然怀了那个陌生男人的孩子。怀孕这么简单的检查，我们医院怎么会搞错？死丫头，未婚先孕，你要不要脸？不行，这孩子必须打掉。要是孩子的爸爸真的是我男朋友就好了。这死丫头哪来的男朋友？这孩子也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，必须打掉。哎妈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孩子都是无辜的，这样做太残忍了。是啊，孩子是无辜的。这个孩子不仅是那个男人的，也是我的。你吃错药了！嘘，你忘了咱们看的那个寻人启事了？那照片上的人不是我，是他。真的？那他肚子里的是？哎呀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那个王子的，你说当他？医生，我妹妹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母子平安，是双胞胎男孩。不过孕妇中间脱离昏了过去，还好是有惊无险。祝贺啊！妈，过来一下。这小贱人还真是命大，怎么就不去死呢？妈，你说尹小沫这么恨我们，以后会让我们过好日子吗？他敢！我名义上好歹也是他妈呀。这王妃的位置不如给我。医生说尹小沫半途昏了过去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了2个孩子，我们抱走1个，他也不知道。我只要微整一下，再加上1个孩子，谁还能看得出破绽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就这么定了？发家致富好道路。于是，尹倩倩与赵月荣母女2人，趁着尹小沫昏迷未醒，把家中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用其中1/3的钱收买了接生的大夫，抱走了双胞胎兄弟中的其中1个。随后，赶在尹小沫醒来之前，尹倩倩母女2人抱着孩子，坐上了前往宁国的飞机。谁家孩子啊？哎，小孩你慢点跑。嘿。
怎么办？又跟丢了，跑哪儿去了？真是阴魂不散，我在这里应该找不到了吧？我们分头去找，必须找到小主人。终于水了我！哇，好漂亮的城市啊！好痛啊！你和我长得好像啊！我叫宫启轩，你是？我叫尹天乐。妈咪说我的名字就是天天快乐的意思。你妈妈对你真好。当然，我妈咪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咪。糟糕，那些家伙又找来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！小殿下，请您跟我们回去吧。您这样，王子殿下会很担心的。小殿下，就算您换了一身衣服，我们也还是认得出您的。啊嘞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小殿下，您别再闹了。刚才管家打电话说，王子殿下已经在回家的路上。我都说你们认错人了，你们走开！既然小殿下不配合，那就只好得罪了。尹天乐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咪了，知道吗？妈咪，宝贝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不会是感冒了吧？这个女人难道是刚才那个和我长得一样的小子的妈咪？果然是十分温柔的妈妈。妈咪抱抱，我就不害怕了。乐乐是在跟妈咪撒娇吗？真可爱。为什么乐乐妈咪会那么温柔，而自己的妈妈却总是私下厌恶地看着自己？爸爸也是冷冰冰的。如果说是我的妈咪就好了，就一晚上，我就占用乐乐的妈咪一晚上，明天就还给乐乐。哇！原来轩轩的爸爸真的是王子啊！小殿下，您回来了，王子殿下正在客厅等您呢。好的，谢谢爷爷。其
去见王子爸爸喽！小殿下对我笑了，嘿嘿，好可爱啊！嘿嘿嘿，呵呵呵。宫崎轩，你的礼仪呢？啊，小孩子和爸爸不都是这样相处的吗？看来我需要找你的 tutor 好好谈谈了。哎，糟糕，好像闯祸了。等轩轩回来，会不会被那什么管家教训啊？撤！爸爸你好坏，我不要跟你说话了。小殿下，您要去哪里啊？晚饭都准备好了。我不要吃晚饭了，我要回房间，我要这个漂亮姐姐陪。好好好，都依你。才想起我都不知道轩轩的房间在哪里，差点漏上。王子殿下，您对小殿下太过严厉了。小殿下才6岁，他只是想要亲近您这个父亲而已呀。他是皇室成员，我们没有任性的权利。漂亮姐姐再见，剩下我自己就可以了，谢谢你。电话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得赶紧给妈咪打电话，把我换回去。哎，宝贝，你的衣服怎么换了？我跟妈咪走散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，就互相交换了衣服。本来还担心他不适应这里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交到了朋友。宝贝，下次可以请你的新朋友来家里玩啊。好幸福啊！好啦，妈咪先去做饭，你在客厅里看会儿电视，很快就可以吃饭啦。嘿嘿，做我的搭档就要听我的，知道了吗？哼。这是我皇宫卧室的号码。看来是没有听到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宫崎轩。怎么是你接的电话？我妈咪呢？哦，妈咪在做饭。那是我妈咪，不是你的。想来想去，爸爸好像就只剩下身份一个优点。我的爸爸也可以分给你，我爸爸是王子呢，很厉害的。我才不要呢！你爸爸一见面就凶我，一点都不好。妈咪竟然给你做饭，他难道没有认出你不是我吗？你在我家里不是也没被认出来？你说我们会不会是双胞胎？不然我们怎么会长得这么像呢？不可能，我有妈妈的。
你今天是离家出走的吧？你妈妈却一直都没有出现，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关心你。哪个妈妈会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呢？除非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。不可能，我爸爸可是王子。王子又怎么样？你爸爸只会去查你是不是他的儿子，又不会去查那个女人是不是你妈。可是他们生了我，又怎么会不认识对方？这个我怎么知道呀？要去问你爸爸吧。难道我的父母不结婚，只是订婚，还不住在一起，真的是因为我吗？乐乐，吃饭了。乐乐，你比我聪明，你肯定能查明白的。妈咪在喊我了，我先去吃饭了，拜拜。好嘞。啊！我竟然被轩轩给骗了！我本来是要打电话让妈咪来接我回家的。阴天了，你被死算了。哎呀，是谁惹我们小殿下生气了？告诉夏晨，夏晨帮你出气。没什么啦，我跟朋友闹着玩呢。对了，管家爷爷，我妈妈呢？尹小姐早上就出门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小殿下饿了吧？夏晨可是特意吩咐厨房给你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谢谢总管爷爷。看起来总管爷爷好像很不喜欢轩轩的妈妈呢。还有轩轩的妈妈竟然也姓尹啊，好巧。妈咪做的饭果然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。今天晚上我要和妈咪一起睡。看来乐乐真的是被吓到了。好啊，妈咪抱着你睡。被妈妈抱着睡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？好期待啊！宝贝，怎么了？妈咪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，我为什么没有呢？你当然也是有爸爸的，只是我们分手了，所以不住在一起。那爸爸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哪里知道那个男人现在在哪里？我们之间的交集也不过是那个混乱的夜晚，甚至连对方的长相都不记得。宝贝，想要爸爸吗？想要。好吧，妈咪保证，宝贝很快就会有爸爸的。唉，大不了找一个愿意对宝贝好的男人结婚。妈咪说要去找乐乐的爸爸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乐乐的爸爸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爸爸了？如果妈咪真的是自己的妈妈就好了。宝贝，妈咪把早餐放在微波炉里啦，时间到了记得自己拿出来吃哦。妈咪去学校一趟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宝贝一个人在家要乖哦。天哪，要迟到了！今天是学校报到的日子，没想到闹钟竟然坏了，公交好像也来不及了。怎么连出租车都打不到啊？哎，少晨，快看那边那个妞，我的菜呀！身形瘦而不柴，
曲线玲珑，凹凸有致，抱起来肯定销魂。那小脸，我敢肯定，绝对是纯天然的。好想抱一下呀！抢劫！啊！瞎了你的眼！竟然敢抢到姑奶奶头上，也不看看姑奶奶是谁。5年前生下儿子后，自己就开始学习跆拳道，这么多年可不是白练的。我靠！没想到居然是朵带刺的玫瑰。这年头的女人都这么彪悍了吗？我原本还想英雄救美来着。为何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，我的心会跳成这样？没看出来呀，原来你口味这么重，居然喜欢这种暴力款的。我说，你真打算一直让那个女人占着你未婚妻的位置？她是小轩的母亲，我的儿子不能有一个不光彩的出身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，当初你和那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家伙一直可是出了名的了，23岁之前都没有过女人，没想到去了趟中国，几个月后就有个女人抱着儿子找上了门来。要说这家伙对那个女人一见钟情吧，可这家伙除了给那个女人一个未婚妻的名分之外，就什么表示都没有。而且这5年里，这家伙也没有碰过那个女人，对那个女人的眼神也是冷漠厌恶。这样的2个人，到底是怎么搞出人命来的？你很闲啊。非洲那边有一个开发案，求你了。不，我很忙，真的。开玩笑，我才不要去那种地方，没有美女，我可是半天都受不了。那就闭嘴。OK， 我闭嘴。这家伙肯定是恼羞成怒了，当初该不会是被那个女人给强了吧？小姐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应该的。终于完事儿了。尹小莫，顾先生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这里出差，本想晚上打电话约你出来聚聚，没想到竟然在路上碰到。是啊，好巧。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？哎，我开了车，不如我送你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正好啊，我也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呢。那好吧，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顾先生只管说，能帮得上的我一定帮忙。之前顾先生也帮了我很多忙。不如咱们先上车再说。小莫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民国大学，今天是新生报到的日子。顾先生有什么事需要我呢？啊，对了，顾老夫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吧？母亲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多亏了你的细心照顾。放心吧，需要你帮忙的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。NGM 集团听说过吗？民国皇室名下的集团，略有耳闻。对，皇室今晚呢有一场宴会，因为我和 NGM 之间也有合作，所以也收到了邀请函。可是我的助理却因为水土不服病倒了。
不得不重新找一个女伴。顾先生是想让我做你的女伴参加吗？不，我不行的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场合。哎，不用紧张，只是一场普通的宴会罢了。而且我听说皇室正在招聘理疗师，如果你想应聘的话，这正是一个了解皇室成员的好机会。皇室招聘理疗师的事情，我早就从导师那里听说了，而且已经递上了简历。如果能有机会提前和皇室接触一下，我确实会更有把握。可我没有礼服，那些宴会礼仪什么的我也不懂，要是害得顾先生也被人嘲笑，就不好了。既然是我邀请你做我的女伴，礼服自然由我来准备了。至于礼仪，更不用担心。小莫你啊，只要率性而为便好。小莫，到了哟。请。谢谢，顾先生您太客气了。没看出来吗？我这是在讨好你啊。那今晚的事情就这么说定了，好吗？顾先生的笑容真的好温柔，好帅呀！尹小莫，你居然看顾先生看呆了，花痴啊！小莫，啊，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啊？快从实招来！莫兰兰，我警告你不要乱想哦。顾先生就是以前认识的一个客户的儿子，刚好碰上了，顺路送我一程而已。顾先生，只是普通认识的人，这顾先生会这么殷勤？我看他80%是对你有意思。唉，你看我像是天仙下凡吗？而且顾先生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儿子的事情了。他知道你有儿子还是不？只有2个可能：一是先跟你玩玩；2就是真爱呀。我觉得你没救了，小莫，你可以试试啊！真的，这么优质的男人要是白白放走了，太可惜了。有钱、俊美、温柔、绅士，简直完美，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男生啊！所以说，我该告诉宋学长，你打算红杏出墙吗？去你的吧，李小莫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就知道欺负我。走就走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报到了。老板好帅啊，韩少爷也好帅。你的员工们真是越来越狂热了。你说你到底给他们吃了什么迷魂药？王子殿下，这是最终筛选出的3位备选皇室理疗师的资料，请您定夺最终人选。另外，这是您今天的行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时间，皇室怎么会突然举办宴会？哼，你说呢？不是吧？你那几个兄弟还没死心？国王陛下竟然也纵容他们这么乱来，陛下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虽然没结婚，但小轩也已经6岁了，你这又不是没有继承人，还折腾个什么啊？你那几个兄弟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玩意儿，国王陛下就不怕玩脱了？到时候皇室真的颜面无存。他已经老了，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枭雄式的人物，唯一让人诟病的就是风流太过，而且
吃了还不知道擦嘴，导致闹出了不少的私生子女，让皇室因此丢了不少脸，在民众面前的公信力也一降再降。唉，国王陛下真的是老糊涂了。不管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心软了，还是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，想要找人牵制宫少臣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做法。家族内斗，不管谁输谁赢，最后损伤的都是整个家族的利益。更何况皇室牵扯到的，还是整个国家。不过，你一直不结婚，始终是一个把柄。虽然无伤大雅，但他们揪着这一点闹腾的话，也是烦人。这件事不用再说。好吧，好吧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我怎么就忘了宫少臣最是厌恶这种包养小三小四的行为了呢？可是有小轩在，你就绝对不会娶那个女人之外的人，对吧？那你就一辈子这么耗着？你要知道，这对你获得王位来说将会十分不利。等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其实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到底在等什么。当年那么急切的想要找到那天晚上和自己共度一夜的女人，但当那个女人真的找过来时，心里却总是十分排斥。自己曾怀疑这女人是骗子，但种种证据都表明，她确实是当初那个女人。究竟是谁惹怒了王子殿下？好恐怖啊！好想给那个人套麻袋啊！谁在咒我？不过算了，那些人肯定是在嫉妒本少的风流倜傥。冒充他人孩子，在他人家还损坏他人财物，怎么办？在线等急！看来只能给乐乐打电话求助了。喂，臭轩轩，你还敢打电话过来啊？那个，我把盘子打碎了，牛奶流的到处都是，怎么办啊？什么？你笨死了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不对，我不告诉你，除非你同意我们立刻换回来，我不想待在你家里了。可是你现在能出门吗？早上起床之后，他确实试图溜出去过，却都被保镖给抓回来了。花费了2个小时，终于办好了所有的报到手续。不知道乐乐在家怎么样了？妈咪，你回来了。你又干了什么好事？儿子虽然大多时候很乖，但熊起来也是一个顶10个。每次宝贝儿子来个突发奇想，家里都得遭殃。看他这样子，果真是又……我把早餐打碎了，但是我都打扫干净了。那你有没有伤着？你这个小笨蛋，妈咪不是告诉过你，从微波炉里往外端东西的时候，要先戴好隔热手套的吗？快过来，妈咪给你上药。原来，真正的妈妈是这样的，就算做错了事，也都是先关心她有没有受伤，指责骂，只听了无视。妈咪，你做我妈咪好不好啊？
宝贝是饿傻了吗？我本来不就是你妈咪吗？好啦，宝贝乖乖坐在这里等妈咪，妈咪给你做好吃的，小心点，不要把药膏蹭掉喽。我不能告诉妈咪真相，不然肯定会被送走的。妈，我今天好像看到尹小沫了，他来宁国了，怎么办？如果被他发现……他原本心情正好的拿着宫少臣给他的卡在市中心挥霍，现在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，除了宫少臣不肯跟他结婚这一点让他不满以外，所有的一切他都满意的不得了。反正他现在是宫少臣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还有儿子这一利器在，早晚有一天王子妃的位置还是他的。却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本应该在国内的尹小沫会突然出现在宁国。虽然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背影，但直觉告诉他，那就是尹小沫。他怎么会来宁国？难道他知道了？不可能！当初他昏过去了，我们又买通了医生，他不可能会知道。原本只是想找宫少臣讹点情，见面才知他那晚根本没看清尹小沫的脸，竟然把我错当成了尹小沫，还愿意负责。王子妃位置的诱惑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哎呀，倩倩，你别急。王子妃只能是我，我身边的人都是王子安排的。妈，你找人去查，如果是真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放心吧，妈肯定不会让那死丫头出现在女婿面前。那么些年，我也知道了那准女婿是什么性子。如果我和我女儿做的事情暴露了，下场绝对会十分凄惨。过了这么多年养尊处优的日子，我可不想去装逼到解放前。只是宁国那么大，没有具体信息，想要找到一个人，却并不比大海捞针简单呐。谁啊？小沫啊，我来接你了。天哪，他怎么这个时间来了？我的形象……顾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去市礼服啊，不过似乎来的不是时候。吵到你休息了吗？没有，本来就该起了。自己这么大了，还跟儿子一样赖床，实在是太丢脸了。您先进来喝杯茶，我先去洗漱一下。你是谁？早就知道尹小沫有一个6岁的儿子，只是现在看来，这个儿子却与自己调查中的形象略微不同。调查里明明说这孩子活泼开朗，可面前这孩子却是一脸冰冷淡漠，而且这种感觉并非浮于表面，倒像是藏在骨子里的。我是你妈妈的朋友，你可以叫我顾叔叔。你喜欢我妈咪？是的，我喜欢你妈咪，我非常非常爱你妈咪，我也会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你。虽然我承认这个男人看起来很优秀，可我就是不喜欢，绝不可以让这个男的抢走妈咪。宝贝，你也起床了，这位是妈咪的朋友，要叫顾叔叔哦。
顾叔叔好。哎呀，看来自己想要追求到小莫的话，孩子这一关怕是不会好过。乐乐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今天晚上叔叔要跟乐乐借用一下妈咪哦，乐乐可以答应叔叔吗？我早就跟乐乐说好了，我们家乐乐最乖了，对吗？这个狡猾的老狐狸！我不想妈咪跟这个人出去，但是为了让妈咪觉得自己是乖小孩，却不得不点头同意。我一定要快点让爸比和妈咪认识，绝不能让妈咪被别人抢走。顾先生，顾先生，你怎么了？这样的他，真的好想把他藏起来，不让人看到。小莫这么美，我都看呆了。顾先生，您太会开玩笑了。难道顾先生真的像兰兰说的那样，对我有意思？可是怎么可能呢？肯定是自己想多了。时间快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努洛伊曼宫的风景好美啊，每天住在里面的人心情肯定很好。你喜欢这里的风情吗？这种清真风格的建筑虽然很美，但相对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中式园林一些。顾家的祖宅便是传统的中式园林建筑，规模虽然比不上皇宫，景色却是并不逊色的。改天有机会带你去看看。真的吗？顾先生好幸福啊！成年之前，我都住在祖宅里，愉快的回忆却很少，记忆中几乎全是沉重和压抑。成年后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搬了出去。不过，若是祖宅能得到小莫的喜爱，便是现在搬回去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我还需要去跟几位长辈打个招呼，你可以先自己四处转转，去那边取点吃的也行。那些经济时政什么的，自己真是一窍不通。听着顾琛他们谈论的话题，只觉得满头雾水。而且，为了穿礼服好看，我晚上都没吃饭，真的好饿啊！少晨，快看快看，那是不是咱们今天早上见过的那个美女？如果早上的时候，只是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股吸引我的气质，那现在确实更明确了我的想法。好好喝啊！我想要这个女人。那不是李正浩那小子吗？那小子不是想去跟那彪悍的美女搭讪吧？这下子有好戏看了。韩子明和李正浩都是出了名的风流。韩子明的原则是风流却不下流，但李正浩如果看上哪个女人，一向是不择手段。两个人没少因为看上同一个女人发生冲突，所以韩子明一直看过。哎，少晨，你去哪里啊？这位先生，您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我叫李正浩。
不知道这位小姐怎么称呼啊？我这是遇到搭讪的了。这个男人的眼神实在是太让人讨厌了。抱歉，这位先生，我还有事，先失陪了。哎，怎么？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啊？你放手！这位先生，请你自重。这里是皇宫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能给顾先生添麻烦。顾生给你的，我给你双倍，只要你伺候好了我，怎么样？抱歉，这位先生，我不卖身。你好，麻烦问一下洗手间在哪里？前面走廊左拐，尽头就是。有本事你就一直躲在里面，别出来！怎么办？不知道那个男的走没走？喂，小姐，李胜浩已经走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天哪，这双眼睛太熟悉了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。看呆了，他发呆的样子，竟是意外的和小轩神似。不对，虽然眼睛很像，但是说话的声音似乎并不一样。怎么可能这么巧就遇上了当初那个人呢？谢谢你帮我赶走了那个人，顾先生可能在找我，我先走了。我帮了你的忙，只是一句谢谢，就算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做我的女朋友，如何？抱歉，我想我们并不合适。整个宁国不知道有多少女人都在梦想着对我投怀送抱。现在我主动发出邀请，这个女人竟然拒绝我。女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是谁跟我没关系，请你让开，再纠缠我就要喊人了。女人，你呀！你想干什么？放手！我要喊人了。你走开，流氓，无赖！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的话，我就报警，我一定会报警的。你觉得我想对你做什么呢？抱歉，我对这种猜猜猜的游戏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请你放开我。你这样已经构成性骚扰了，知道吗？你知道有多少女人梦寐已久的想让我这么对她们吗？呀！呸呸呸！臭流氓！小莫，原来你在这里。没想到王子殿下也在，怪不得大家都没找到你。啊！哎，他是王子！天哪，我没把人打坏吧？这事儿可大了！这辈子还是第二次被女人弄得这么狼狈。
不知道王子殿下有没有时间跟我聊一下双方合作的事？私人场合，我从不谈公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后背为何有种莫名的灼烧感？抱歉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没想到我只不过是离开了一小会儿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。那个，顾先生，我可不可以先离开啊？我这就带你离开。凭借着情敌之间的感应，我可以肯定，宫少臣对小莫起了心思。如果是别人还好说，可宫少臣这个人实在是太棘手了。要不是我现在动不了，才不会让你们这么轻松离开。臭女人，下腿怎么那么黑？韩子明，韩子明，出来！哎呦，笑死我了！我是多久没看到你这么狼狈的样子了？这美女果然彪悍啊！笑得很开心。这小子果然一直在暗中偷窥。给你半个小时，把他的资料给我。OK， 交给我。伊小莫，现年24岁，中国 S 大本科毕业，目前就读于宁国大学医学部，攻读硕士学位，未婚，却有一个6岁的儿子，叫伊天乐。这么巧，伊小莫也有个6岁的儿子，这么看起来，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啊。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未婚先孕我倒是不介意，可我想要护在手心里的人，对我却不理不睬。那个得到了珍宝的男人，竟还不知道珍惜。这个暂时就不得而知了，毕竟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就算要调查，也需要一段时间。查到那个人是谁，永久取消他的入境资格。你认真的？你要知道，这些只是伊小莫的官方登记资料，你别忘了，他今天可是跟顾琛一起来的。这种皇室宴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，就是身边的女伴不是当事人工作上的心腹助手，便是妻子或者未婚妻。伊小莫显然不是顾氏集团的人，却以顾琛女伴的身份出现在宴席上，身份不言而喻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伊倩倩和轩轩呢？解除婚约，让轩轩变成私生子，还是维持婚约，让伊小莫做你的地下情妇？我会处理好。无论如何，尹小莫我绝不会放手。28年来，我只对2个女人产生过这种志在必得的心思，这一次比上一次的感觉更加浓烈。直觉告诉我，如果不能抓住尹小莫的话，一定会后悔终生。你，虽然我总是开玩笑撺掇着宫少臣去猎艳，但当他真的对一个女人动了心，我却又忍不住先担忧了起来。算了，那你就加油吧。哦，忘了说了，伊小莫好像也参加了皇室的理疗师招聘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刷下去。谢秘书，理疗师候选的3个人里面，有没有一个叫做尹小莫的？有的，是宁国大学医学部中国的留学生，是他的导师推荐来的。这个女孩子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却有不少优秀的工作履历。你明天就打电话让她正式开始工作吧，先把人圈在身边，其他的可以从长计议。
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哼，尹小莫，你逃不掉的。妈咪千万别被那个狡猾的男人拐走了。你怎么跑出来的？我每次跑出宫以后，宫里的防备都会十分森严，再跑出来至少要花费好几天才能找到空子的。嘿嘿，今天宫里好像在举办宴会，我就趁乱跑出来了。对了，我妈咪呢？妈咪去参加宴会了。看轩轩这样子，再不跑回来，妈咪就要被他们抢走了。这样正好，你赶紧回宫去吧，我们换回来。以后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换吗？你把妈咪借给我，我把爸爸借给你。那是我妈咪，怎么可以随便借给别人？还有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爸爸，冷冰冰的，无聊死了。我就知道，轩轩肯定在觊觎我的妈咪，我绝对不会把妈咪让出去的。你不是说我们可能是双胞胎吗？妈咪也可能是我的妈咪，不是吗？那都是我胡说的。我爸爸也可能是你爸爸呀，毕竟我们长得这么像。你看我们的脸型、眉毛还有鼻子都很像爸爸，眼睛和嘴巴像妈咪。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对了，你妈妈确实很奇怪。我知道有一些人虐待自己的孩子，是因为那些人都是生活过得不好，才拿不能反抗的小孩出气。可是你妈妈是因为你才能成为你爸爸的未婚妻的，按理说应该对你非常好才对啊。所以，我可能真的不是他的孩子。想要知道他是不是你妈妈很简单，去医院做一下鉴定就好了。你觉得医院里的人会搭理我一个小孩子吗？那找个大人陪你去。不行，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。现在又有很多人想要抢爸爸的位置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这件事，肯定会拿来威胁爸爸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不然我们问问妈咪，妈咪肯定会知道自己生的是不是双胞胎吧。我从来没听妈咪说过我还有一个弟弟。还有，那是我妈咪，不是你的。说不定是因为我丢了，妈咪太伤心了，所以才没有提起过我呢。好吧，我帮你问问妈咪。不过很晚了，你该走了，一会儿妈咪该回来了。其实，在乐乐看到别的孩子身边都有爸爸妈妈陪着，他却只有妈妈，也会忍不住想要一个爸爸。即使会多一个弟弟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那我真的走了，你一定要记得问啊！把衣服换过来，赶紧走。我记得这个男人，这个男人是妈咪以前打工的时候照顾的一个奶奶的儿子。妈咪怎么和他在一起？难道妈咪谈恋爱了？不会吧！妈咪，你回来啦！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？下午离开的时候还是腼腆呆萌的样子，怎么又变成热情开朗的小魔星了？妈咪，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？你不是认识顾叔叔吗？他今天下午才来过咱们家呀。啊，外面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楚嘛，吓死了，差点就露馅了。妈咪，顾叔叔是在追求你吗？宝贝不是说过想要爸爸吗？宝贝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呢？啊，雪雪那个狡猾的家伙，竟然跟妈咪提过爸爸的事情了吗？不过妈咪好像并没有想要把我的亲生爸爸找回来啊，倒像是想给我找个后爸，比如那位顾叔叔。妈咪，我不想要爸爸了，我想要个弟弟。爸爸还算好解决，弟弟的话，
我一个人可生不出来。我以前的幼儿园里就有2个女孩子是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呢。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啊？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是双胞胎呢？你们幼儿园里那么多小朋友，也就1对双胞胎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妈咪，我总觉得我也应该有一个双胞胎弟弟的。当年刚生完孩子在医院里醒来时，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生的是双胞胎。可是医生护士都说他只生了1个孩子，他找不到证据，只能不了了之了。但怀疑的种子却一直扎根在心里。后来姐姐和继母就突然失踪了，这么多年一点音讯都没有，这明显不正常。这些年一直压抑着自己不去想这件事，此时再翻出来，仍有种揪心的感觉。冥冥中有种感觉，自己很可能真的丢了一个孩子。妈咪，妈咪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妈咪就是想起了些其他的事情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小兔崽子，你又跑到哪儿去了？殷小姐，请您注意用词。我想您非常需要去老师那里将礼仪重新学习一遍。之前仗着自己是宫少臣的未婚妻，对大总管指手画脚过，最后却被宫少臣呵斥了一顿，还差点被赶出宫外去住。现在面对大总管，有再大的不满，也只能忍了。大总管见谅，我不也是担心这孩子吗？大晚上的，一个小孩子在外面乱跑，多不安全啊！唉，这孩子总是让长辈担心，实在是太不懂事了。小殿下，饿不饿啊？厨房里一直备着小殿下喜欢的吃食。这个老家伙，给脸不要脸，敢无视我！看他现在的面目，真的是越发怀疑他是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了。妈妈，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啊？你哪来的什么弟弟？谁跟你胡说八道了？难道是遇到尹小木母子了？当初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医生就说过是同卵双胞胎，肯定会长得很像。如果尹小莫看到这小崽子真的产生怀疑，到时候可就不好办了。昨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，跟我长得特别像。之前我见过2个长得很像的小孩，就是双胞胎，所以我在想，我和那个小孩会不会也是双胞胎呢？哼，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，哪里来的那么多双胞胎？哦，总管爷爷，我饿了。小殿下稍等一下，饭菜马上就来。这小崽子不是自己生的，果然养不熟。看来必须抓紧时间，跟宫少臣真结婚，或者生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，那样才是真正站稳了脚跟。王子殿下，这些文件需要您的亲笔签名。我的理疗师什么时候开始上班？抱歉，王子殿下，我还没来得及联系那位尹小姐。那就现在联系。是。哎，陌生的号码，是打错了电话吧？电话被挂断了。
我的秘书居然是这么蠢的，之前我怎么会觉得这个秘书还挺能干的呢？我再打一遍，还是刚才那个号码。宝贝，你先等一下，妈咪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尹小沫。尹小姐你好，我是王子殿下的第一秘书，现在通知您正式成为皇家的私人理疗师，从今天开始上班可以吗？在昨晚之前，他确实还很想要得到这份工作的。皇室的私人理疗师绝对是一个十分辉煌的工作经验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份工作的薪酬非常优异。有了这份工作，他和宝贝在宁国的生活也会宽裕许多。但是，经过昨晚之后，他确实忍不住犹豫了。抱歉，我可能无法胜任，浪费您的时间了。工作还可以再找，那个王子殿下给自己的感觉太危险了，不能再遇到了。尹小姐，您不再考虑一下吗？您是对我们的待遇还有什么不满意吗？这个我们可以再商量啊。不，贵方的待遇已经很优异了，是我个人的原因。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对面这位小姐不按常理出牌啊。这秘书虽然能力差了点，但还算有隐私，并不全是废物。尹小沫，你，今天开始来工作，我可以保证，在宁国，你很难再找到一份像这样薪酬高、时间自由，可以让你兼顾学业和家庭的工作。不得不承认，宫少臣说的确实没错。拒绝了这份工作，我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。自己吃苦倒是没关系，但是难道让宝贝也跟着自己一起吃苦吗？好吧，我接受这份工作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们只是工作关系，你必须跟我保持安全的距离。我上午还有些事情，没有办法立刻开始上班。可以，没关系。你的工作时间是从我下午下班后开始，今晚6点到短信上的地址这里来。我不喜欢迟到。你真是霸道。妈咪，你要开始工作了吗？妈咪不想去的话，就不要去了。妈咪要养自己，还要养宝贝啊，当然要出去工作啦。从今天开始，妈咪就是皇室理疗师了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妈咪要成为皇室理疗师了，那拿妈咪身份证炒股赚钱和开投资公司的事，就还是不和妈咪说了。妈咪好厉害，那是不是只要妈咪见到了轩轩和他爸爸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？轩轩，妈咪成为皇室理疗师了，你又可以见到妈咪了，妈咪是不是很厉害？我们先去你的学校报名，然后再去玩。我们只有1个白天的时间，所以水晶公园或者水上村落只能选一个地方。去水晶公园！都听宝贝的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以后有时间再逛，不急。尹天乐的入学测试不到1小时就以全部满分搞定了3份试卷，能将这3份入学测试做到及格，就已经算是天才了。能达到满分的，历年来也只有1个人。各班老师为了抢尹天乐，差点动起了手。最后还是尹天乐自己决定用抽签的方法，抽签结果为1班。尹小沫早就查过旅游攻略，对于被很多人推荐过的水晶公园也十分期待。虽然门票有些贵，但是确实物有所值。水晶公园堪称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游乐场了。据说在宁国国王48岁生日的时候，王妃送给国王一只4500千克的超级大水晶作为礼物。由此有了
建造这座水晶公园作为送给全国人民的礼物的庞大计划。殷小沫好像也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里面，和儿子一起到处疯狂，一直玩到下午4点半，两人才意犹未尽地出了水晶公园。好可惜呀！我听别人说，这里晚上还会有很多精彩节目呢。没关系，以后我们再来好了。也是呢，而且下次说不定还可以和轩轩还有爸爸一起来。走，我们回家喽！二殿下，我这里有几张十分精彩的照片，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？殷小沫，本少爷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本只想等你一人食饱来出口恶气，没想到你身边孩子的样貌竟然如此有趣。殷小沫不给我面子，宫少臣你爱多管闲事，碍于你的身份，我做不了什么。但是，如果是给你宫少臣添堵的事情，本少爷自然也绝不会放过。没想到送完乐乐回家，时间都5点半了。幸好宫少臣给的地址离家并不是很远，紧赶慢赶，终于到了。怎么是你？不是我还能是谁？还不进去？你迟到了1分03秒，按照规定，应该要扣你1000块的工资。1分钟而已，要不要这么斤斤计较？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时间一向很宝贵吗？想要我不扣你的工资也行，不过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你别过来，说好了保持安全距离的。这个男人现在的气息，简直就是行走的人形春药。刚刚那一个“N” 的尾音，微微上翘的语调，真是撩得人耳朵都要怀孕了。你真的不想让我靠近？你快走开，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给我做一顿饭，让我满意了，就不扣你的工资了。真的？只要我做一顿饭就行了？哼，怎么，你还想做点别的吗？我倒是不介意。厨房在哪里？说实话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宫少臣确实都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男人。他拥有着足够吸引世上任何女人的资本，但是凭自己的条件根本配不上宫少臣，更何况我还带着孩子，自己早就过了爱幻想的年纪了。如果宫少臣只是想跟自己玩玩的话，就更无法接受了。一切不以结婚为前提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。总之，我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先工作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这么周全的东西，那个男人果然是预谋好的吧？万物的资本家，我恨你！水煮鱼、剁椒鱼头、辣子鸡丁、麻辣豆腐、干煸土豆条，嘿，辣死你！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的？闻起来味道不错。可恶！要是知道，我就做一桌子甜味的菜了。以前顾及自己的身份，
连真正的喜好也不敢让人知道。现在一个人把5道菜都吃得一干二净。你是饭桶吗？作为你的理疗师，我必须告诫你，晚饭吃太多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，尤其是这些菜全部都是辣味的，对消化系统的刺激更大，十分不利于养生。菜不是你特意做的吗？被发现了，很抱歉。觉得抱歉的话，接下来就更加努力的工作吧。你干嘛突然笑得这么……这么什么？请王子殿下把您的体检报告给我一份，我需要详细了解您的身体状况，以便制定合理的理疗方案。在那里。那么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离开了。我会尽量在明天之前拿出一份完整的理疗方案，请您过目。和这个男人独处一室实在太危险了，我要赶快离开。我想你暂时还不能离开。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我总觉得肩膀和脖颈有些酸痛。我想，我需要一次按摩。按摩？怎么？身为理疗师，你难道连按摩都不会？我当然会。哎呀，笨蛋，怎么又掉他的坑里了？你干什么？要按摩的话，我自然是要先洗澡了。洗澡脱衣服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话说，你怎么反应这么大？你脱衣服不会去浴室脱吗？没看见这里有人啊。抱歉，习惯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流氓。不过，宫少臣的身材是典型的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。虽然只看到胸肌，但那完美的形状和流畅的线条，依旧将男人的好身材显得淋漓尽致。天哪！我刚才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？那家伙就算是王子，也就是个大流氓、大色狼，怎么能因为一点小小的男色就把持不住呢？尹小沫，争气点！你已经是6岁孩子的妈了，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菜鸟。天哪，这个男人，他竟然真的在客厅里把衣服脱了。就算我背着身，可我的人也是站在这里的呀，简直是不要脸！脸那么红，想什么呢？这样诱惑人，好犯规！你流鼻血了。啊！老天爷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怎么就能这么没出息呢？都怪他，简直就是个引人犯罪的妖精。幸好长了一双讨厌的眼睛，否则真怕自己把持不住，直接把人给扑倒了。唉，这种少女心态实在不适合自己。宫少臣或许只不过是觉得自己跟他之前见过的女人不一样，有些新鲜，无聊拿来逗个趣罢了。也许在他的眼里，自己就跟一件稀罕的玩物，或者一只顺眼的宠物是一样的，而我却为此乱了心。过来，给我吹头发。抱歉，我应聘的是皇室理疗师，
并不是保姆，这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。你这个女人，怎么又回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满身是刺的模样？那就开始你的工作吧。期待了很久，到天都完全黑了也没有看到尹小莫，甚至连父亲都没有回家。乐乐，妈咪没有来，爸爸也没回家。那他们去哪里了？总管爷爷说，爸爸今晚在外面住。外面？那房子里是不是只有爸爸和妈咪2个人？孤男寡女，这样最容易培养感情了。爸爸在外面的房子一向不喜欢有多余的人在。爸爸会和妈咪结婚吗？如果我现在的妈妈是真的，那爸爸真的和别人在一起了，妈妈该怎么办呢？我妈咪才不会做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情呢。虽然心里已经认定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弟弟，而且那个弟弟就是轩轩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和弟弟分开，分别跟着妈咪和爸爸。但是现在这一切还没有证实，妈咪一直单身，爸爸却有了别的女人，气死了。我们找时间去查一下 DNA 吧。我让家里的佣人去做，不让别人知道这样本是属于我们的。好，不过别让你现在的妈妈知道，小心她会搞破坏。对了，我今天去新学校报名了，紫藤花小学。你也要上小学了吧？是哪个学校？我也是呢。总管爷爷说明天带我去报名。爸爸呢？他为什么不陪你去？明天你就撒娇耍赖，一定要让你爸爸陪你去。为什么？爸爸本来就不喜欢自己，这样会不会更讨厌了？轩轩真的是很笨呢，看来还得我出马。我们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。我能感觉到爸爸是喜欢你的，不过他那个人怎么说呢？对了，闷骚，就是这样。他就是闷骚，爱在心里口难开，所以你要主动一点，使劲撒娇打滚，告诉爸爸你是需要他的，搂下他，听到没？信了你的，我就是笨蛋。妈咪回来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妈咪，宝贝，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干什么呢？我在跟好朋友打电话啊。妈咪今天见到王子了吗？是不是很高很帅？很高很帅，不过也很讨厌。他欺负你了？还没相认，这个爸爸就敢欺负妈咪，我宁愿不要这个爸爸。妈咪可是跆拳道黑带，谁敢欺负我，打得他满地找牙。那家伙真当我不知道他今天这一出出的是故意的吗？想要让我按摩，那就按哦。在国内和老师学了一套按摩手法，虽然效果非常显著，但按的时候特别疼，于是……那妈咪为什么讨厌王子啊？怎么和自己想的不一样？妈咪怎么完全不认识轩轩爸爸？那家伙不仅长了一双讨厌的眼睛，态度还那么轻佻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呢？妈咪真的是很讨厌轩轩爸爸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好像很排斥我，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我们之前根本就没见过。可能你长得像他某一个讨厌的人。哼，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像我这么帅的人吗？天哪天哪，我刚才都听到了什么？你是从哪里来的妖魔鬼怪？竟敢夺舍王子殿下的肉身，大胆！
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王子殿下，这些年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演够了吗？唉，说实话，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你也会开玩笑。古人说的果然没错，每一个面瘫实际上都是闷骚。如果是你，会怎么追求喜欢的女人？这个你问我可是问对人了。刘明宫，宫少臣。哇，好大一束玫瑰花，是谁送给妈咪的呀？一个讨厌的人送的。是那个王子吗？这是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不要问这么多，知道吗？我已经6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是，我们家宝贝是快要读1年级的大孩子了。哼，在妈咪的眼里，我永远都是小孩子。妈妈有事要去趟学校，你自己在家里要乖哦。照你这么说，妈咪好像真的很讨厌爸爸呢。爸爸到底做了什么让妈咪讨厌的事情啊？这就要靠你去调查了呀，所以你必须先和爸爸打好关系。那好吧，我试试。唉，自己真的不会撒娇啊，怎么办啊？怎么样？爸爸今天有陪你去报名吗？没有，爸爸今天根本就没有回宫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爸爸没有回家，你不知道给爸爸打电话吗？后天我们就开学了，到时候我们再交换身份吧。看来还是得我出马才行。好吧，太好了，乐乐终于要跟我换身份了。尹小沫本来也是后天开学，却被导师提前叫到了研究室帮忙。因为还没有开学，所以他并没有研究室的通行证。小沫只好给之前招待他的德拉学长打了个电话，请他帮忙开门。啊，小沫，你来了，导师还没到，我先带你到研究室参观一下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学长。不用这么客气。对了，我听说你成功被聘为皇家理疗师了，恭喜啊！哼，一个外国的留学生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才得到了这份工作，竟然还有脸炫耀。莉莉丝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哼，色令之婚的人呢？莉莉丝就是骄傲了一点，品性其实不坏。小沫，你不要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啊。拉德学长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莉莉丝根本就是在嫉妒小沫。这个姑娘正是研究室里第2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，比尹小沫大了1届的刘文文。因为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原因，对尹小沫非常照顾。哎，小沫，莉莉丝之前也向皇家投了简历，只不过在第1轮的时候就被刷下来了。怪不得这莉莉丝对自己的敌意这么大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都是一个研究室的。小沫，你可千万别听拉德学长，莉莉丝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你最好离她远一点。虽然我不习惯背后论人是非，但这个莉莉丝还是远离些为好。自己没什么心眼儿，玩心计肯定会被人玩虐。而且我是来求学的，不是来跟人勾心斗角的。早上红玫瑰，下午黄玫瑰，宫少臣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哇，好大一束花呀！哎，也有99朵吧？你喜欢就送给你了。真的给我啊？
本来就是要扔到垃圾桶的，送人还省了我的功夫呢。啊，竟然是 CG 花店的花。怎么了 ？CG 是一家专营珍贵品种花卉的花店，里面所有的花呀，都是从各国空运来的极品。天哪，这么奢侈啊！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还是拿回去吧。再贵也就是一束花，被人喜欢它才算有价值。到我手里，它的归宿就只能是门外的垃圾桶。不好意思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你好，这里是 NGM 集团总裁办公室秘书处。你好，我是尹小沫，请问王子殿下在吗？我记得这位是王子殿下钦点的理疗师，看起来这位与王子殿下关系匪浅。啊，抱歉，王子殿下正在开会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或许我可以帮您转达。并不是什么大事，秘书小姐帮我转达也是可以的。我只是想请王子殿下不要再送花过来了，这让我很苦恼。送花？原来王子殿下是在追求尹小姐吗？并且王子殿下貌似是被拒绝了。不回话，那就是默认了吧？麻烦您了，非常感谢。那个，天哪！如果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王子殿下，会死很惨吧？哎，金大美女在想什么？这么出神？看这个脸色，我会被炒鱿鱼吧？你跟我进来。少晨，你听我解释。那个，我以前送花都是百试百灵啊，哪里知道这尹小沫想法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啊？送花这个策略虽然不怎么走心，但那花可是花中奢侈品。况且送花的人还是位高权重、英俊多金的王子殿下，换成别的女人，还不立刻拜倒在宫少臣的西装裤下了？哼，也是我太蠢了，竟然会相信你。这个家伙什么时候靠谱过？从小到大都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喂，你这太过分了吧？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呸！去他的低调含蓄吧！我就要直截了当，开门见山。去宁国大学。不得了喽！冰山被融化，好像一下子变成活火山了。这是要喷发的节奏哦！迈巴赫终于出来了，这是旁边迈巴赫的主人。小沫，这里。顾先生。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挫败的滋味，还真是。顾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一定要有什么事才能来找你吗？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不是的，我……既然这样，以后可以不再用顾先生这么生疏的称呼了吗？你可以直接喊我的名字，顾琛，或者顾学长也是可以的。我也是 S 大金融系毕业的哟。原来你也是 S 大毕业的吗？当年您一定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可惜我入学晚，没能看到学长的风采。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老了吗？我一直觉得自己风华正茂呢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真的也是。顾琛其实也才28岁呢，只是这人的形象就是成熟而稳重的，让人不知不觉就忽略了他的年纪。真的吗？那在小沫心里，我是个怎样的人呢？这个要怎么说呢？总不能说自己心里一直觉得
顾先生像个温柔的长辈吧，八成会误会吧。顾先生，您是个好人。我这是被发了好人卡了吗？那个，不是的，您真的是个好人。那么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原本打算先温水煮青蛙，让尹小莫慢慢适应自己再告白的，没想到却突然冒出一个宫少臣。这样一个男人的出现，太有危机感了。我想了一夜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提前告白。今天难道是愚人节吗？像顾琛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看上平凡的自己呢？可是现在，这太突然了，我根本没有准备。现在是9月份，愚人节已经快过去半年了。我也只是想抢先在自己爱的女孩心里留下一席之地罢了。啊，我并没有让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，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。只是3天后我就要回国了，希望到时候可以收到你的回复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那个，顾先生，您在前面把我放下就好。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要办，得失陪了，不好意思。好吧，那你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。谢谢。尹小莫，你在干什么？竟然这么久才接我的电话？王子殿下，需要我提醒你吗？现在并不是我的上班时间，我爱做什么都是我的私事，你管不着。唉，好吧，你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还真不敢把你拉黑。尹小莫，你长胆子了，竟然敢挂我的电话！我前面那个身影是……尹小莫，尹小莫！尹小莫此时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也看不到前方的红绿灯，满眼都是那个像极了尹倩倩的身影。他想要弄清楚姐姐和继母为什么突然失踪，当年自己生的是双胞胎还是幻觉。可是等他好不容易跑到马路对面，刚才看到的身影却已经融入了汹涌人流之中，消失不见。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不想活了吗？他原本一直开车偷偷地跟在顾琛的车后，没想到尹小莫会突然下车。等到他好不容易调转了车子的方向，早就失去尹小莫的身影了。刚才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刹车声时，他整个人都懵了，身体下意识地抢先行动了起来，不顾交通规则的直接把车丢在了路边，穿着西装皮鞋沿着尹小莫消失的方向狂奔了起来。你干什么？不要动，就一会儿，让我抱一会儿。还好这个女人没事，以她的身份，不该大庭广众的与尹小莫牵扯上。但是此刻，她却一点都不想再控制。这个男人从出现在她面前那一刻开始，便一直都是强大且强势的。她从没想过，这样一个男人竟也会有这么软弱的时候。现在这样，他不知道怎么了，只是觉得心里有些酸酸的，不忍心就这么残忍地推开他。知道违反交通规则、胡乱穿越马路的危险吗？知道。知道还乱跑，你这是明知故犯了。我只是看到了一个熟人，一时情急而已。
熟人？什么人？能让他如此失控狂追的人，一定和他关系匪浅。难道说尹小莫看到她前男友了？这么激动，是旧情难忘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与你无关。尹倩倩的身上牵扯着我曾经最痛苦黑暗的记忆，这些事情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你，哎，你看那边那个人是不是王子殿下呀？哎，我们走近看看吧。糟糕，被认出来了。好。啊，真的是王子殿下！你被人认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不要说废话。不，我不行了，跑不动了。你快放开我！他们追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你干嘛拽着我啊？哼，你确定要我放开你？他们都已经看到你跟我在一起了。你说，如果被他们追上，他们会做些什么呢？是啊，狂热的粉丝是没有理智的，说不定我会被那些疯狂迷恋这家伙的女生给撕碎。可我真的跑不动了。再坚持5分钟，不远处就有一处大型的地下停车场，只要进入到里面，就可以借助地利摆脱后面的人了。怕黑？别怕，我在。这样的温暖，我多久没有感受过了？妈妈去世之后，爸爸就把那个气死了妈妈的小三娶进了门。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，虽然没有打骂虐待，但冷暴力却更加让人难以承受。后来，爸爸也去世了，那个家对我来说就更加冰冷了。我都算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感受过这样的温暖了。妈妈，妈妈，这个女人什么意思？我哪里像女人了？还是个中年妇女。哎，去哪儿了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这个女人如果不好好解释一下的话，我……你干什么？太像了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宫少晨的眼睛特别像那天晚上那个男人。抱歉，宫少晨不可能是那个男人，他们的声音完全不一样。是的，他一定不是。你伤了我，一句道歉就行了。知道伤害皇室是什么罪名吗？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一个大男人要不要这么小气啊？唉，好吧，你说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我受伤了，需要人照顾。皇宫里有的是佣人。可是打伤了我的人是你啊，而且如果让别人知道了，肯定会问我是怎么受伤的。赤裸裸的威胁，更可悲的是，自己却不得不接受。唉，我只能在白天没课的时候照顾你，晚上8点之后必须回家，这是我最大的让步，绝不可能把宝贝一个人放在家里不管。可以。别出声，我们赶快出去，离开这里。那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疑似尹小莫的侧影，调查了这么多天，一无所获。昨晚却接到一张关于他的照片，他身边竟然还有那个男孩，贱人！那个发照片的人约我今天在这里见面，却迟迟未到。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真是可恶！
是你？现任的宁国国王生性风流，私生子女无数，碍于皇室威严，这些私生子女大多都不能被证明。唯一的例外就是眼前的宫少哲。宫少哲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在前王后去世后，他的母亲成为了新一任王后。新王后手段高明，竟然让宫少哲被写进了皇室族谱。不过，还是将名字中间的少字改为了谐音的少。所以，即便宫少哲面上被称为二王子殿下，在上流社会看来，依旧是名不正言不顺。明面上不说，背后依旧会腹诽他私生子的身份。大嫂，不如坐下说。您似乎有些太激动了，不少人都在看你呢。哼，不对，我忘了，您和大哥还没结婚呢，现在是只能叫您尹小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先生您好，请问想喝点什么？一杯蓝山，不加奶，不加糖。宫少哲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尹小姐何必这么暴躁？你少故弄玄虚，有什么条件就直说吧。不对，尹倩倩此时的态度完全不是发现未婚夫出轨的愤怒，反而处处透着心虚。原本看到照片，只以为是宫少臣在外面另结了新欢，而且那新欢手段还十分高明，竟然将宫少臣的宝贝儿子也给笼络了过去。可看尹倩倩这个样子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难道是有什么我不知道？尹小姐何必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呢？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做敌人，还可以成为盟友，不是吗？哼，白日做梦，和你合作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，不就是想要把宫少臣搞下去，自己取而代之吗？我是宫少臣的未婚妻，他成为国王，我就是王后，而你上台呢，我又能得到什么？失去利用价值，被你一脚蹬掉了。你把我当傻子？尹小姐这一身应该都是世界一线品牌吧，价值不菲呀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如果和我合作，以后你依旧还可以享受这些奢侈品。反之，如果被宫少臣知道你做的事，你必将一无所有。怎么合作？很简单，保住你的地位，然后想办法把我想要的消息弄到手。好，我答应了。但是你也要帮我一把，我不想再在宁国看到那个女人。不，你可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那个女人身边一定有宫少臣的人手着，我一动手，肯定会被宫少臣给盯上。尹倩倩对我来说，不过是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罢了，可不值得付出如此大的代价。你不要想着消极怠工，这样子的照片，我那里可是还有很多呢。先生，您的蓝山咖啡，请慢用。祝我们的人生就如同这杯蓝山咖啡，如何？纯粹的蓝山黑咖啡，没有添加任何的奶或者糖，味道闻着十分香醇。喝到嘴里，初时这只觉得又酸又苦，真正喝进嘴里，才能体会到那一丝美妙的回甘，苦尽甘。这是你们的车，不知道这里不能停车吗？
是，我知道了，罚单拿来吧。虽说事迹从权，但确实违反了交通规则。没看到违反了交通规则还这么嚣张的，把你的驾照拿出来我看看。啊，驾照一拿出来，明天必上头条。你也有今天。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？当然是正义的一边。你不会是无照驾驶吧？拿不出驾照，请跟我去趟警局吧。真去了警局，被人发现了身份，事情就更闹大了。啊，怎么是韩子明的？对了，前几天韩子明确实借过我的车去开，没想到居然把驾照落在了我的车上。哼，韩子明算起来其实是跟我有一点亲戚关系的，两个人的轮廓长得十分相似。此时我又戴着一副几乎遮住了半张脸的墨镜，交警应该认不出驾照上的人不是我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喜欢乱染头发。由于您违反了《宁国交通法》第3章第10条，您的驾照积分被扣4分。宁国交通局。谁？是哪个孙子偷了我的驾照？被我找到，我一定要！少晨啊，有什么事儿你说，哥们儿两肋插刀，绝不含糊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刚才用了一下你的驾照啊。龚少晨这个混蛋，我要跟他决斗，不是绝交。好虐呀！为什么我会交了龚少晨这么个损友啊？这么坑朋友，你还能再无耻一点吗？朋友难道不就是用来坑的吗？你能不能别用这么正经严肃的表情说这么不要脸的话呀？还有，你的脚根本就没事吧？我的表情不痛，并不代表就真的不痛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是个习惯性面瘫。果然啊，这个女人总是有办法挑起我的怒火。不知不觉，竟然已经6点半了，宝贝在家肯定等急了。麻烦你就近找个地方停车放我下去，我必须得回家了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。要不我送你回家，要不你自己从车上跳下去。这种情况下跳车，自己还没活够呢。这个家伙永远都是那么霸道。妈咪明明说过下了课就回家，可现在都快7点了，妈咪还没有回来，好担心妈咪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，还有我肚子也好饿。啊，妈咪回来了！送妈咪回来的人是爸爸。妈咪和爸爸和好了吗？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吗？半夜3更孤男寡女的，我可不想和这个男人传出什么桃色新闻来。抱歉，不方便，他走不送。还真是绝情呢。哼，明天记得准时报到。以后我一定要在龚少晨的常规保养药膳里多加一些黄连，苦死这个家伙。妈咪，你回来啦！哎呀，宝贝肯定饿坏了吧？都是妈咪不好，妈咪这就去做饭。爸爸又惹妈咪生气了，笨死了。妈咪进门的时候脸都快鼓成包子了，肯定是被爸爸气的。小轩怎么了？
是小女朋友来短信要跟你分手吗？唉，这小家伙不愧是少城的儿子，这嫌弃我的模样简直跟他爸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小轩这个样子看起来可爱多了呢。怎么，你现在已经只能靠着欺负小孩子来获得成就感了吗？欺负人家儿子被当场抓住，好心虚啊，怎么办？少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走路怎么连个声音都没有啊？人走路怎么可能没有声音？没听到？大概是你欺负我儿子欺负得太专心了吧？更心虚了怎么办？我怎么就那么手贱呢？父亲，听说你今天入学测试拿了满分。是的，父亲。不过昨天还有一个叫尹天乐的小朋友也拿了满分，我并不是唯一一个，得先透露一点，也让爸爸知道乐乐的存在和优秀。总管爷爷说，爸爸当年就是满分入学的，我和乐乐也都这么优秀，所以我们肯定都是爸爸的孩子吧。这孩子现在这么拘束，是因为先前被我训斥过，所以不敢再对我表现亲近了吗？你很棒，谢谢父亲。去玩吧。至于你，跟我去书房。你再这样会失去本宝宝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你帮我再去查一次6年前的事。当年因为总公司突然出了问题，不得已而回国，可我却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那晚逃跑的那个女人。后来尹倩倩抱着孩子找上门来，却让我大失所望。我完全无法接受尹倩倩的靠近。派出去调查的人得到的结果都显示，尹倩倩就是那个和我共度一夜的女人。况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小轩， DNA 是无法作假的。我给了尹倩倩未婚妻的身份，强迫自己忘记那一晚。可就在今天，那双在黑暗中熠熠生辉的眼睛却再次从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，并且与尹小莫的眼睛重合在了一起。6年前，你是说你的未婚妻？你怎么忽然又想起查这件事了？当年不是已经查过很多遍了吗？你先去查，记住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人手你可以去了中国再找，不要找熟人。我不能告诉韩子明，我怀疑尹小莫才是当年那个女人。韩子明很可能会告诉我，相似的眼睛并不能说明什么，那只是我因为迫切想要得到尹小莫而产生的错觉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那并不是错觉。在此之前，我完全没有把尹小莫和当年那件事联想到一起过。你怀疑身边的人，你别忘了，当年最后一次调查是昌秀做的。你不会是怀疑昌秀吧？这怎么可能？昌秀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昌秀。龚少臣、韩子明还有郑昌秀3人从小一起长大，交情十分深厚。在皇后去世之后，多亏了2位挚友的陪伴和鼓励，龚少臣才能支撑下来。可是，在1年前，龚少臣却发现郑昌秀竟然在背地里和他的私生子弟弟们有联系。被揭穿后，郑昌秀没有否认，也没解释原因，在数日果断地离开了宁国。龚少臣一直以为郑昌秀的背叛是从1年前开始的，或者最多不会超过3年，却不想，实际上他可能早在6年前便背叛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昌秀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和我最了解，他怎么会……你觉得没有证据，我会这么说吗？你和昌秀是我唯2的朋友，我比谁都珍惜这份情谊。怪不得昌秀会突然不告而别，甚至跟我们断了联系。现在，我能信任的人，就只剩下你了。你这家伙什么时候也学会煽情了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事我肯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，你就等我消息吧。哟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我晚上还有约会呢，先走了啊。
就像韩子明说的，他们三人互相之间是最了解的。韩子明平日里虽然总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，实际上却是三人里面最重情的，所以郑成秀的事情才会一直瞒着他。没想到，终究还是纸包不住火。妈，你到底怎么办事的呀？我给了你那么多钱，让你查一个消息而已，结果你查了这么长时间，什么都没查到。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知道宁国有多么大，一共又有多少人口吗？什么都不知道，要找一个人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呀？够了！那你知不知道，尹小木和宫少臣已经见过面了？如果当年的事情暴露了，我们都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哎，尹小莫那个穷丫头怎么会有本事和王子认识啊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习惯了现在这种奢华的生活，再让我退回之前拮据的日子，还不如杀了我来的痛快些。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，最关键的是赶紧把尹小莫赶出宁国。他的地址和经常出入的地方，我一会儿发给你。这次要是办砸了，咱们母女俩一块跳海得了。这个简单，尹小莫就是个没钱没权的穷丫头，身边还带着个孩子，对付起来简直太容易了。找几个道上的人去吓唬一下，还不立刻就给吓破胆了呀？不过我手里的钱之前都差不多花光了。我3天前再给你10万块，你这么快就花光了？其实之前尹倩倩没有钱，她只拿了一小部分去给了尹小莫，剩下的大部分却都给她女儿手里那么多钱，拿出点来给她这个当妈子哼，不给钱呐，这事儿你就自己找人去办吧。我再给你10万。哎，就这么点儿，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？我可是你妈。就这些，你爱要不要？这次的事情要是办砸了，妈你就别想再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你这个不孝女！尹倩倩虽然知道他妈不靠谱，但除了他妈之外，她也没有别的可用之人了。最终还是转了10万块钱给他。然而，他忘记了，他手里的卡都是宫少臣的副卡。他这边一转账，宫少臣那边便同步收到了银行的短信提示。宫少臣给尹倩倩的卡是有限额的，只要没有超过限额，他也不会去关注尹倩倩的消费状况。自从起了疑心后，他还是忍不住多关注了一些，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之处。短短3天，尹倩倩竟然给她的母亲赵月荣转了30万元。这母女俩是什么德行，她再清楚不过。表面上母女情深，为了钱却可以瞬间反目成仇。尹倩倩平常1个月也顶多给赵月荣10万块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？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盯紧了赵月荣，有任何异常举动，立刻报给我知道。哎，兰兰的简讯。小莫，听说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牛排店，今天去吃3折优惠呢。一会儿下课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唉，不了，我还得去接宝贝呢。宝贝的学校不就是在旁边吗？我们接了宝贝一块儿去呗。其实我还有点别的事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终于打算展开第2春，准备去约会了吗？跟谁啊？是不是那天送你来学校的帅哥？那天的帅哥？顾晨！哎呀，我怎么把顾晨给忘了？昨天顾晨给了我3天的时间考虑，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。可是，要不是兰兰突然提起顾琛，这件事差点就被我给彻底忘到脑后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答应吗？可是我对顾琛真的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啊。拒绝的话，面对那么温柔的顾琛，压力也好大啊。
天哪，我竟然忘记把铃声切换成震动了，要死了，要被教授骂了。原来竟然已经下课了，我刚才有想到那么入神吗？竟然连下课铃声响了都没听到。反正还有1天的时间呢，想不通就明天再说呗。船到桥头自然直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去接宝贝放学啊。第2次挂我电话，全宁国你尹小莫算第1个，真是能耐了。刚才还没下课啊，不方便接电话。那现在下课了，下课了就立刻给我滚过来。我还要去接宝贝放学，给宝贝做饭呢。你再等2个小时吧。尹小莫，不接我电话，刚才的电话是兰兰打过来的，我根本没注意屏幕，铃声一响，条件反射就直接挂断了。兰兰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挂你电话的，刚才有个讨厌鬼一直打电话骚扰我，我以为是他呢。有人欺负你？是谁？兰兰，你真是感动中国好闺蜜。不过不用啦，我也是跆拳道黑带呢。虽然我这个同样的黑带跟兰兰一比，瞬间就变得如同水货一般，但用来对付龚少晨这家伙还是足够了。对这种人你可不能心软，知道吗？安啦安啦。哎呀，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要跟谁约会去呢？差点忘了还有急事呢，我先走啦，明天见。你这个重色轻友的死丫头！哎呀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兰兰说龚少晨的事情啊，只能当鸵鸟了。轩轩，你动作快点儿，我们赶紧把衣服换了，妈咪很快就该来接我放学了。宫启轩也很着急，可是他身上的衣服纽扣都十分繁复，平常都是女佣帮他整理的，一时半会儿自己根本解不开。哎呀，轩轩你好笨呐，连脱衣服都不会，我来帮你吧，谁让我是哥哥呢？其实尹天乐在中国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有个好朋友就是个地控，每天都要跟他们炫耀自己的弟弟多么可爱，多么乖巧的，还有他是怎么照顾弟弟的。尹天乐虽然嘴上说的不屑，心里却是忍不住有些羡慕的。当时他也忍不住幻想过，如果自己有个弟弟会是什么样的呢？现在他也终于有弟弟了，原来当哥哥照顾弟弟真的很有成就感呢。嘿嘿嘿，嘿嘿嘿，看他们长得好像是双胞胎吧？看那对双胞胎长得都好帅气啊！是啊是啊。你看，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双胞胎呢，还说我们长得很帅。到门口了，分开走。司机在左边路口等，车牌尾号是7397。好，我和妈咪说好了，在门口等我。加油！宝贝，这里。妈咪。哎呀，怎么忘了礼仪了？宝贝，这是受了什么刺激？听说宁国很多有钱有权人家的小孩也会在这儿上学，是因为这个？不过，作为一个合格的妈咪，当然要以鼓励为主。宝贝，你今天可真像是一个优雅的小王子。哎，宝贝，我记得你今天早上穿的是运动鞋啊，怎么变成小皮鞋了？哎，我上次认识的好朋友也在这所学校里，他今天有体育课没带鞋，鞋子我借他了。
这样啊，看来你们很有缘分哦。有时间的话，宝贝可以约新朋友到我们家来玩啊，妈咪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谢谢妈咪。那现在我们快点回家吧。回家忙完给宝贝做饭，再收拾完，没想到都6点了。不过还好，现在才6点过一会儿，应该还来得及。啊，这些人是……身后还有2个人，难道他们全是一伙的？